我伸出手与他握住，询问车队的汽油情况。可楚车态度明确，想要就得用物资去换，哪怕我已经觉醒了序列超凡，也别想白拿一滴。我原本以为超凡就能带来地位和福利，可现实却狠狠给了我一巴掌。在这里既没有特权，也没有庇护，只有等价交换。但楚车又补上一句话：车队很快会举办一场内部交易会，只要肯付出代价，就能换到任何想要的东西。在这个车队之中，4个轮子的车一共有4辆，2辆改装越野车，大巴车是泰坦序列傻大个的财产。至于剩下那辆小汽车，竟然是个女明星的财产。她的物资并不多，由于末世前的明星光环，摊位前总是围着一群眼神猥琐的男人。就在我犹豫先找谁换汽油时，她竟然从车里搬出一个铁桶。陈先生，如果你需要，我这里还有1桶汽油，只需要8斤大米，比楚车和娜娜的20斤便宜。我一眼就看穿了她的算盘，她在用便宜的汽油换取我的庇护。我直接挑明，你把油给我，以后遇到麻烦我会出手。周兰眼睛死死盯着我，沉默了足足半分钟，她才咬牙成交。当周兰把那桶汽油交给我的时候，她弟弟整个人都急了。没有汽油，我们的车就成了废铁。少年声音故意放大，吵嚷着要把油拿了回来。有人幸灾乐祸地看我笑话，而周兰没有阻止，只是心虚地扭过了头。好在汽油不是只有他有，我径直走向楚车，用黑狗血的消息换走了1桶汽油。接着我又找到娜娜，换来了一把岛国品牌的户外柴刀。直到广播响起，车队开始出发，我跟在大巴车后面，已经成了整个车队的第4号人物。一路上楚车不断下车，抓起一把沙土塞进嘴里，这就是车队活到现在的最大依仗。等到铁士醒来的时候，我才算真正见识到什么叫超凡。那天我亲眼看见他断臂起剑，可今天他却恢复如初。铁士见到我第一句话竟是道谢，说要不是我那一剑他早就死了。可我何尝不是，没有他挡下那白衣剪刀女，我也活不到今天。接着我向他提起黑狗血能克制诡异，这个消息价值不小。就这样我的车斗里多了一块电源。之后车队东走西拐，避开了几头紧追不舍的诡异。如果不是楚车，车队早该尸骨无存。我抓紧一切休息的机会，将黑狗血渗进剑身。这天晚上，楚车说明天到长寿村搜集物资。消息一出，所有人脸上都写着恐惧。可长寿村3个字本身就透着一股诡异，趁着弩箭充足，正好借机猎杀诡异，攒取杀戮值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夜空忽然被一声尖叫撕裂，有鬼！此刻人群瞬间陷入沸腾，我反手拿过蘸了黑狗血的手弩，看向不远处的几10道黑影。可就在空气紧绷到极点时，树林的阴影里传来了一个虚弱的声音：请救救我们！随着一道强光照射过去，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显露出来，紧接着更多的身影从阴影中浮现。楚彻不知何时已走到人群最前面，眼神警惕地看着这些人。我们是从路城逃出来的，路城已经没了。伴随着这声颤抖的哭诉，这些人影同时抽噎起来。就在这绝望的声浪中，楚彻忽然蹲下身子，从地上抓起一把土丢进嘴里，就像品尝绝世美味一样。在确认没有危险之后，楚彻便开始提醒他们：你们新加入的，我可以免费给你们提供1天的食物，1天之后你们要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。说完，楚彻挑了几个中年妇女帮忙做饭。就在众人以为秩序恢复时，一个新加入队伍的女人突然大喊大叫：这不公平！凭什么做事情的全是女人？那些男人为什么不做饭？你这是在歧视女性！随着女人话音刚落，新来的女人把她当成领头人，反而下厨的女人们却恨不得撕了她。只见楚彻只是淡淡一笑：既然如此，那赵大姐你们先歇着，阿宝叔你带几个男人去做饭。很快女人就尝到了苦果，那群男人乐得跟过年似的抢着烧水生火，而刚喊完不公平的女人傻傻站在原地。她原以为自己是在争取权益，结果换来的却是同伴的厌恶。晚饭刚吃完，楚彻顺势给男人们发下酬劳，那女人瞬间脸色煞白，有几个大妈甚至上前揪着她的头发，扇着耳光大骂她是害群之马。楚彻不用跟她正面交锋，就把她彻底压死在泥里。第二天一早，大多数幸存者依旧只能啃粗粝的干粮，而我却端着一碗腊肉炒饭。一个老妇人牵着孙子走来，笑容殷勤：小伙子，分点食物给孩子吧，他太久没吃肉了。话音未落，熊孩子已经扑了上来，2只脏手直接伸进了我的碗里，疯狂抢我饭吃。我无奈之下又换了个地方。随着夜幕降临，楚彻带队找到新的庇护所，我刚要合眼，阿宝叔便急匆匆跑来：陈先生，楚队长请您过去开会。此时的帐篷里已经坐了好几个人。随后楚彻从怀里取出一台老旧的收音机，那看似破铜烂铁的玩意，编号却是01357的奇物。在诡异横行的时代，唯有奇物才是人类真正的底牌。楚彻把那台老旧的收音机放在桌上，所有人屏住呼吸。3个月前，长寿村爆发诡异，全员死亡，无一幸存。村子物资完备，中间大柳树下有一间小型超市，物资充足，可重点收集。村长家地窖还有储备粮，可次要收集。入村口有水井，
水质未受污染，可饮用。村内诡异超过100只，危险等级 SSS 级。信息落下，楚彻的表情却非常古怪，仿佛收音机里面有鬼似的。直到1分钟后，他才开始分配任务，先去柳树下的小超市，再去村长地窖收集物资。就在大家都在讨论细节时，收音机里突然传来楚队长熟悉的声音：“那死丫头，看着清秀，整天皮猴子样，末日之前估计没人要。铁狮、泰坦序列降智都能笨成这样，也真是个奇葩。新来的那个家伙脾气暴躁，末日前肯定也不是好人。我亲眼看他打老人小孩。女明星周兰荧幕上风光无限，现实不过如此。”这台奇物不仅能收集信息，甚至能把主人自己说的话当众播放出来。楚彻张了张嘴，还没来得及解释，娜娜的剑光已经闪出。平日里沉稳无声的队长，第一次露出了真正的尴尬。为了早些赶到长寿村，第二天一早，车队速度稍稍快了一些，在车队的后面，则是一些交通工具都没有的徒步幸存者。而我总觉得有一双怨毒的眼睛在看着自己，可我回头却什么都没发现。就在这时，队伍之中传来大声的惊呼：“村子，前面有村子！”我拧了一把油门，突然意识到摩托3轮车没有油了，身后的大巴车一个加速将我甩在了身后。我甚至还能看到铁石憨笑的脸。等我赶到时，所有人都已到达村口。当我看着这个村子，我只觉得心底一阵阵发寒。明明是艳阳高照的大中午，里面却是阴沉沉的，甚至比杏花镇感觉还要恐怖。这时，楚队长戴着墨镜，手里拿着个喇叭，大声说道：“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，下午4点之前必须得从长寿村出来，过时不候。”长寿村中间有一棵无比高大的柳树，这棵柳树甚至大的有些不正常。殊不知，就在那长寿村的村口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多了个老人。那是一个驼子，手里杵着一个拐杖，脸朝众人方向露出一个无比阴森的笑容。